当下的你我，是否还需要学一点禅呢？世界犹如越来越快的车轮，承载着我们不顾一切地向前奔逃。我们都相信，朝着未来的方向每前进一步，就会有更新颖的科技，就会有更便捷的服务，就会有现在还无法想象的光怪陆离的存在。那么你我是否还需要学一点禅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世事大梦，几度秋凉。世界变得越来越好，但我们是变得越来越快乐了吗？也许并没有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可能你我身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，心却未能一起同行，这大概就是原因之所在。如何更好地进行情绪管理，化解内心中的不安？如何更好地进行人际改善，调和彼此间的孤独？如何更好地进行生命教育，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？当然，我们可以选择各种答案，比如心理学的、社会学的、哲学的，或者积极的、顺从的、现实的、宿命的。但也许佛学同样会是答案之一。佛学如同一颗觉悟的种子，在2000多年前由佛陀亲手种下，发芽在印度，却在汉地茁壮生长，并最终开枝散叶到世界各地。其中蕴含的智慧与启发，早已经成为身在汉地的我们根植于内心中的精神食粮。然而，大家为什么对佛学不愿意进行了解，更不愿意去学习呢？根本原因还是存在有一些误解。经历了前面几期比较复杂的内容，我们今天聊聊这个相对简单轻松的话题吧。这里总结了关于佛学的3个大误解，看看能否解释开头的问题呢？第一个误解，佛学等于苦修吗？佛学要求的就是苦修，不能吃肉，戒断欲望，天天打坐，乃至排斥一切的感官享受。真正有效的修行只能由青灯古佛来陪伴。这样的认知对吗？当然是过于片面。先说2个问题：一，修行需要辛苦吗？2，修行是越辛苦越好吗？第一个问题，修行当然需要一定的辛苦，这份辛苦来源于戒律。任何积极向善的组织都需要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。假如一味放纵欲望，只能成为世间的邪魔外道，在历史中可能会甚嚣尘上一时，但很快就会转瞬即逝。但佛学的戒律很难吗？说难也不难。如果不是专职的出家人，在家的修行者及居士，只要持有5戒即可，要求并不算多。但你可能会问了，能做到这些依旧很难啊。没关系，根器不同，循序渐进就好。只要有坚持，
慢慢来。后面我会根据戒律这个话题展开新的系列，先让我们接着聊。第2个问题，修行是越辛苦越好吗？当然也不是。2000多年前的印度，在婆罗门教的笼罩下，沙门思潮兴起，佛陀作为修行者之一，也曾以为苦修才能成正果。当时的不少的修行者就开启了苦修的军备竞赛，有人睡在树林里，就有人睡在墓地里，有人只吃素食，就有人只吃草籽野果，有人穿粗布麻衣，就有人赤身裸体。佛陀就曾经在一个叫苦行林的地方，日食一麻一麦，艰苦修行，乃至行销骨力，身体枯槁。最终在6年之后，佛陀意识到极端的苦修并非正道，从此提出了中道的修行方式，既不纵欲，也不苦行，终于成就了大道。那你可能会问，为何现在还能看到苦修的僧人呢？那是因为佛学派别众多，各有法门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法门去修行，但要坚信，哪怕中道修行，同样也是正道。此外，在世界的各个宗教派别中，不少出家修行者的戒律都会比较严格，比如基督教中的隐修士，比如印度教中的苦行僧等等。佛学中的出家人当然也一样，但选择成为专职的出家人只会是修行者其中的少数，他们既选择了信仰，也选择了想要的生活方式。对于世俗中的大多数在家人来说，戒律并不需要过分与出家人对齐，否则也会陷入到不必要的偏执之中。能做到5戒，于法于俗都已经堪称伟大。更何况戒律并非是佛学修行的全部，戒、定、慧都有其重要的作用，这也是我们后面可以聊到的话题。好了，让我们接着聊下一个误解。第2个误解，佛学等于迷信吗？同样，这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。佛学绵延千年，在时间的长河中，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一些东西，也包括各种民间的原生信仰。比如过度祭祀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焚香朝拜行为，求财的，求子的，求官的，求福的，甚至还有求降祸给他人的。比如神秘主义，我们看到有求签占卜来预知未来的，有刻意放生来消灾转运的，有祈福开光来避免灾祸的。这些其实都和佛学的核心教义有所不一致，但我们并不需要在此进行批判，这个话题也太大了，留在后面慢慢聊。但仅从现象上来看，这是各地佛学传播过程中与民间文化进行融合的结果，同时也成为了
鼓励更多人去了解佛学的方便法门。存在必有其背后原因所在。此外，如果我要说佛学其实具备有相当的科学精神，你会相信吗？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佛陀的时代，也就是婆罗门教阴影下的时代，那个每祭祀都要挥霍无度的时代，那个种姓制度冷酷森严的时代。佛陀看到了什么？佛陀看到了种姓制度有其天然的不公平性，以及逻辑上的不合理性。奢靡僵化的祭祀仪式替代了对真相的思考和实践。我们现在知道，佛学的传统经典在描述客观世界上的一些偏差，但不要忽视，这已经是在2000多年前那个全世界都处于蒙昧状态下，佛学努力探究世界本质所做出的最大努力。2000多年前的佛陀也许不知道，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另外一颗太阳，也许不知道 DNA 既成就了我们，也决定了我们和众生的区别，但他依旧努力观察现实，深刻哲学思辨，给出了变与不变的答案。变是什么？我空，法空。就连佛法本身也应该随着变化而变化，所以不用墨守成规，拒绝现代的进展。那不变是什么？佛法强调辩证主义的思维方式，留下的精神结晶依旧与我们现代人存在着共鸣。因果律、无常观、缘起论，不少内容仍能与现代科学探索中的成果相呼应。禅修法、慈悲心、善业行，当成现代生活的行为准则，也并不过期。佛学真有穿透岁月后大智慧的一面。那么第三个误解是什么？让我们接着聊。第三个误解，佛学等于消极吗？有人说，佛学等于消极避世，等于空谈大道，等于不食人间烟火，等于对所有的人事物都漠不关心。对于这些争议，我们又该如何去反驳呢？也许并不需要太多反驳。在这个视频完成之前，我删除了一大段的文字，因为我想消除这个误解只能依靠你我每个人的亲力亲为。如果你我展现出来了积极的状态，那么何必去反驳呢？回到开头的问题，如何更好地进行情绪管理，化解内心中的不安？如何更好地进行人际改善，调和彼此的孤独？如何更好地进行生命教育，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？也许佛学的实践、智慧和觉悟，能让我们找寻内心，积极生活，珍惜生命。这就是答案。同时，这也就是消除了这三个误解之后，题目所提到的为什么你我都要学一点禅的答案。很多问题
没来及说透，仍然还有太多的内容值得分享，暂且就留给后面的缘吧。今天就聊了这么多，请关注人间见禅频道，方便下次可以找到我，也请转发和点赞，这样可以增加我的权重。让我们下次再见。